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京对话》，王丹，欢迎。好，谢谢北京邀请啊，很高兴有机会跟年轻一代交流。那我就跟着你的问题走就好了，我也不知道要聊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是一场对话啊，也不是采访，嗯而且嗯，呢，完全即兴，就没有任何的提前沟通，说我们究竟要聊什么，只有这一个对的，标题是我跟王丹先生提前定的。嗯我觉得王丹先生鼎鼎大名啊，那么，但是我还是很好奇，就是如嗯。果说现在啊，让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您会怎么介绍自己呢？那我觉得我还是不能免俗哈，当然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原来参与过这个八九民运是吧？后来几次坐牢，那么出来之后大概花了十年的时间念书嘛，拿了学位，然后再花了大概10年的时间啊去教书，那么现在回来美国创办这个经营这个六四纪念馆。所以其实啊，我跟你讲，我的人生挺好玩儿，都是十年的啊。就是我20到30岁，大概就是在中国坐牢，中间有那么个2年是吧？中间算放风吧。30到40岁大概念书，40到50岁大概教书，50到现在反正就是忙纪念馆，特别整齐，跟切豆腐一样。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公众人物吧。但如果大家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否认。那您这个但是这个不用我要否认对，啊。但是我要特别希望就是外界老把我当成一个公众人物、政治人物，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也不会否认。可是就像我前两天发个推这样，就是我其实有另外的身份哈，比如说我其实是个重度的这个阅读爱好者和这个文学爱嗯好者，就我们俗称嗯的文青。我自己也写诗啊，大家也看到哈，像《没有烟抽日子》啊等等。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大概也出了3本诗集吧，就是我还有一首诗还得了这个什么海外华人的文学首奖，不是因为我的名气，因为评审的时候是把名字抹掉的。所以我还挺得嗯，意的哈，他完全所以其实我还有这个一面儿，当然这个比较 personal 一点，可是我还是觉得其实其实它也是平时啊，我一面儿。我看您的推特啊，嗯，有的时候你说一些关于政治的话题啊，或者说你们在做的一些活动啊，我看的反而很少。我招人烦。真正爱看的是说你可能最近看了一本什么书啊，哪怕是一啊，个纯文学的书，然后你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哎，我喜欢看这样的你的推文。那这是所以我你啊。们今天的这个标题也是这么定出来的啊。我们一直啊，说想做一场对话，但是聊什么呢？因为如果您身上最大的标签其实就是8964，就像您刚才介绍，怎么也绕不过去这个标签。对的。这个事件对于您的人生的影响非常的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想把它绕过去，想去聊一聊，如果没有8964，啊，您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儿？就您刚才这个挺也介绍了，有意思您身上的话有一些，题哈，这是是吧？不知道哎，我觉得人生这种事儿都很难讲，是吧？这个嗯尤其活到比如说我们这个岁数哈，你就知道，就是规划人生是个特别傻的事情啊。你这个说不定明天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很难讲。嗯所以我觉得至少，但是我觉得非得到了我这个年纪或者再大一点儿的年纪，才知道人生是不能规划的。但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哈，都是挺喜欢规划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反正我自己高中的时候，我可爱给自己规划了啊。跟我们但是讲讲您高中的时回过候是怎么头来想，规划的？第一个规划呢，就是我希望在文学上能有发展。啊，我在高嗯中的时候就喜欢文学，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看台湾的那些文学作品啊，尤其是诗歌的部分，郑愁予，就我对诗歌的喜爱还是贯穿我至少到目前的一生的。所以咱不敢说什么多高的理想，诺贝尔文学奖哈，但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是吧？一个作家，这是。但是我也得承认，就是人的骨子里啊，有些东西它也就是注定的。你比如说，就嗯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这件事儿，你也不能说我是刻意设计的，但是我必须得坦率地承认，我还挺 enjoy 的哈。就是高中的时候嗯开始，我也就参与一些公众活动，比如说那时候我其实还是团干部，那我也办诗社呀、串联呐，我也忙得不亦乐乎的哈。就是
我本身小的时候在我们大院里，我那在北京，我们家住一个文化部的大院，就是个孩子头就是我们十几个小孩儿一起，哎，我也就是个头。大概是小时候就有这个根吧，这个用我们程刚老师的话说，这个基因哈，某一种这个好事儿的基因。我记得后来我有一次，不是我有一次，我第一次坐牢在秦城，嗯那个审讯我的主审叫张悦，这个张悦呢，大家后来知道是这个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后来也因为贪污腐败被抓起来，但是当时审我的时候，他还是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一个一般的科级干部。但是嗯他是我的主审，他把我从小到大所有资料都看了。我经常开玩笑，我说他说不定比我还了解我自己。这共产党的嗯主审人其实挺勤劳的，这张悦是个大学生毕业。他说我把你，他们当时把我所有日记都抄走了。你想，所以对我的那个了解哈，就是非常的细，我自己都忘了我小学写的日记，初中写的日记。张悦说我一个字一个字读了一遍，他就给我下了个结论，他说：“王丹你啊，你就是爱出风头啊。”他说：“你这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我想，说的也对。所以某种程度讲呢，即使没有8964，我预测我现在回过头来乱想哈，即使没有8964，也可能会是一个承担一定责任的人啊。那至于嗯。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啊，这是变成这样的公众人物，那不一定。但是即使没有8964，应该也大概也不是就是甘于寂寞的那种人吧。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这些话，我老觉得在年轻人听来哈，就觉得好像很可笑之类的。我们也无所谓，都活到这岁数是吧？但是我想每个人年轻的时候还是就是很宝贵、很珍贵的东西。所以不管现在年轻人怎么看，我们当时的年轻的时候80年代成长的那一代，多多少少都有这么一点儿，好像肩膀上承担一点儿什么东西，这么一种使命感似的。今天听起来也许有点 就是那一 silly，句著名的台词啊，骑着自行车 "It's my 那就 duty" 是吧？对。对，这就是大概没有8964，我可能估计也会是走上一条公众注意的道路吧。因为我们看到啊，年轻人总在想，未来是很长的啊，有很多的可能性。然后我们要究竟怎么样去选择历史，或者呢，有的年轻人会觉得自己现在默默无名，希望被历史选中。那我们当说起您的人生的时候，经常会说您是被8964这个事件给裹挟，等于是被历史选中了，然后非常也不由自主的，那你就只能去坐牢，你只能去跑到美国，一种流亡的人生。然后你到现在这个年纪，经过这么多人生，你还要再去经营六四纪念馆，就是六四这个标签从你身上是去不掉的，你一生都要与它为伍。那么，但是呢，其实听了刚才您的描述，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历史选嗯，中了您，对吧？这个你的性格就决定了你自是己走入了那个风暴的中心。是是这样，我觉得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哈，它所谓的被卷入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嗯真的是被卷入的就是嗯坦率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柴玲，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嗯哈，也是89的一个前学生的。我想柴玲他自己的自传，他就写，不是我在这里说的，因为他自传也写得很清楚。89年之前，他对这种什么公众事务、政治问题完全没兴趣啊，他就是冯承德的妻子啊，他想的就是小孩、学业。那89年这事儿一来，他就被卷进去了啊，这个就是他，嗯这是他自己讲的哈。我想像这样被卷进那场运动，或者被卷进巨大的公共事件的人，一定比较多，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我觉得就是我这一类人，就是我们不是会被卷进这场，就是会被卷进那场啊，这也是一种卷进了啊。但是嗯就是它也有很多偶然因素。我自己学历史的嘛，这个历史都是偶然和必然交织而成的。在我们这一类人身上，你只能说就是必然性比偶然性多一些。就是你刚才讲嗯。的，我完全同意，他就是个性，就是我那主审说的，说你就你在这个性。主动的寻找这个风暴。对，哎，我过去都讲过，我说话也很直，就是至少我年轻的时候，我还蛮享受那种一呼百诺那种，是吧？站在场合，成千上万的人听你讲话，内心我就是有一种热血沸腾。很多人不会，对吧？不愿意上去这个样子。那我不仅愿意上去，我还觉得挺亢奋，
这就是一种个性，这种个性随着时间磨练，也许会慢慢改，但是他有这种个性的人，不是会被卷进这一场，就被卷进那一场，所以这个事儿就很复杂。你也可以说我是被卷进来的，那当然他确实也是，你也可以说是必然被卷进来的。完整论述，我觉得就是必然被卷进来，大概就能够，我猜了哈，大概就是那这样。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了，就是嗯。8964这个标签啊，那么我们就算一半一半啊，一半选中您，一半您自己去找上去的，但是这个标签后来贴在你身上了。嗯，我们想先聊聊这个标签啊，它对你个人的这种意义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标签会带给你一些光荣的成分，当然了，它也会带给你人生一种伤害，啊，阻碍了嗯。你成为另一种人的可能性。我觉得你带着这么一个标签，从8964到现在，快40年了啊，37年啊，那么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啊，你很想摘掉它，你很讨厌它，有吗？呃，你说讨厌应该是不至于了啊，这毕竟是我自己引以为荣的一个历史，但是我自己嗯哼，被粘接在这个历史上了。这个粘接这件事儿我是不喜欢的，是吧？这个“粘”这个字儿就有点儿背的意思啊，就是它不100%是完全我伸开双臂哈拥抱这个，而确实就被粘上了。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可以讲个故事啊，咱们就是闲聊天儿啊。你比如说，嗯98年我来到美国，啊，被流亡放到美国，那个时候当然是我人生可以做重新重大选择的最佳机会，是吧？我们嗯有一些朋友来了之后就消失了，在人海中，或者去做自己了，我也可以啊，是吧？我就不接受采访啊，这慢慢就淡出了，其实也嗯可以。我必须得承认，有那么一瞬间，我也在想，就是那个时候我才29岁，但是已经2次坐牢啊。那然后我父母为我家庭为我也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操心啊等等。我也在想说，有那么一瞬间说，是不是这一个选择？我后来跟王军涛聊天，嗯王军涛他现在海外这个中国民主党的哈，也是当年6·4的这个被称为黑手。那时候军涛就讲一段话，对我就触动很大。他说：“你今天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公众人物，那么多人关注你，他说你甘愿不甘愿那是你的事儿。他说，但你要知道，你变成这样，背后是因为有人死了。”这个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事件，然后你成了这个事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所以大家关注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背后是因为有人死啊。他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放弃了你这些责任，他说这当然是你的选择，可是你这个选择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那些用生命堆积的一个结果，是希望你能够继续说下去的。我靠，我觉得嗯这个太道德绑架了，这彻底就把我给绑架到今天哈。这王金涛这个就是个道德绑架，这个，但是我觉得他说的确实有道理，对吧？这个那么那些人付出的那个代价，他是希望有人能继续说下去的。如果我们都不说了，那些人真的就是白死了。我觉得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多么高大上的人，哎呀，我觉得我是救世主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不管别人不承认，我觉得我至少还是个善良的人，没有100%善良的人啊。大体上讲，我自认为我还是个善良的人啊。作为一个嗯善良的人，我确实受不了这样的这种道德要求，就是人家死了，但人家希望他的这个能有人说，然后你们都没人去说了。我觉得别人这样做或许可以，我这样做我自己心里会过不去。所以我后来老讲，我也不是对社会负责，对什么人负责，我不这样做，我自己别扭，是吧？我自己良会难受的。心良心难安。对，但是你要用到良心的人，就说你们这帮老登又来了哈，这个什么这些大词啊之类的。现但是在的这我就说个网我自己络用词，别扭嘛，我就不想让我后半辈子过得那么别扭。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被粘上去了，我就只能去接受。但是这种粘呢，一半儿你也听得出来，它其实也有心甘情愿的部分。它嗯就你慢慢你也想开了，我这个不由自主的就爹味儿会就没办法哈。我们本身到了当爹的年龄，张嘴就一定是爹味儿。By the way，我对爹味儿这个词儿特别有意见，我没法儿活了，
要是老用爹味儿来批评我们，因为我们张嘴说的每个字都是人生总结出来的东西，都是爹味儿。你就允许我继续爹味儿下去。我就觉得，其实就是我刚才讲了，没办法规划自己的人生，所以你也别把它一定当做一种就是有意的这个人设啊，角色设定，说我一定要扮哪种角色。你就是觉得怎么样，你过得舒服，你过得符合你的心愿就过。那么我觉得我继续承担这个角色，我面对自己的时候，我是比较舒服的状态。所以我也不认为我是多么高大上，说，哎呀，我就扛着这面旗子，我就是那个有勇气唯一坚持的人，不是，我自己要过得舒服一点。那您扛着这面旗子啊，无论如何，它是一面大旗啊。我们不说您累呀，扛它有多么伟大或者付出什么，我们不聊这个，但是肯定是有一些损失的。就是那当然，你走这条路，你就走不了另一条路。你的人生对，选择了跟64粘在一起，就像那些是的，其他像您一样到了美国，就像您说的，不再碰64，不再碰政治，销声匿迹去重新选择另一种人生的人，您跟他们就不一样了，走了是的。不同的路。那有没有遗憾呢？很遗憾呢，我先不讲啊，那些众所周知的巨大的损失那都话题太沉重，我也同意，咱们不聊那些，比如说坐牢嗯啊、父母去嗯嗯嗯，世啊，是吧？公是，众人物必然会引起的争议啊，等等，其实这都是巨大是，损失，但是我觉得这都可以，咱们就聊点儿轻松的。什么损失呢？你比如说，我其实就是酷爱文学的一个人，我嗯从小我就是喜欢文学啊，写诗，这本来就是我没有8964，按说是我的人生选择，就是走文学创作。你也知道我是写诗的，我的诗呢，其实比较适合改成歌词。你要去看我那嗯些诗集，所以我都不觉得我是正规诗人，我觉得正规诗人的诗都不带顺口的，我的诗特顺口，顺口就容易改变成歌词。所以像没有烟抽的日子就是这样。所以嗯我按理说我觉得我很想的就是能像这个谁一样，你看我现在年大了，提笔忘字，这个叫林什么，就是王菲的那个词作者林夕，林夕，林夕，那是我非常喜欢的路，就是写诗变成歌词，哎呦还能赚钱，对吧？还他还能可以写散写诗，文，还可以对，出他书啊。又文学创作又变成巨富，多好！我未尝没有试过，因为我诗确实，我自认为我诗写的还可以，跟真正的诗人不能比啊。但是在业余诗人里头，我算是比较前排的。我98年还是99年，我忘了我98年来美国的，我2008还是09年，我开始到台湾去教书。那个时候我嗯还挺有名气啊，大家还都愿意帮我啊，等等。我就不说具体名字了就是台湾有一个大的媒体的译文版的主管，很欣赏我的诗，嗯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这个心愿，我说你看没有烟抽日子也很红，对吧？他当时觉得写的很好，我说这样的诗没有烟抽日子，在我写的诗里还不算我认为写的最好的，我一堆诗可以改成歌词，我说这个如果你能帮我穿线跟一嗯些这个歌手或者跟他们的唱片公司合作，比如说我写就是变成歌词嘛，他真的就给我找了当时台湾几个比较有影响的唱片公司的主管。嗯，来跟我坐在一起。你看，这些都是秘辛，外头都不太知道的咱们聊天儿这我个，当然以后回忆录可能再写。我们就开会，今天这是独家揭秘啊，您给我哎，们讲讲。就开会，然后我就说了我这个心愿，然后我那朋友当然跟他们都很熟嘛，因为他是一个那个台湾几乎是最大媒体的译文版的主管啊，你想。嗯几家唱片公司就唉声叹气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他们当然不会否定我的这个诗嗯歌变成歌词，这已经有了张雨生那个先例，他们当然也都觉得很好。但是他说你这个变成歌词，我们找哪个歌手，对吧？哪个歌手唱了之后，他还去不去大陆了？这就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对不对？他说这个对我们唱片公司来说，中国大陆就是个很大的市场。你看台湾那些唱片公司，一线的、短暂的可以不用去大陆，你稍微有点儿热度降下来的，必须得靠大陆市场去承接。他说那是，如果是你写的，他说第一呢，你要用笔名，那就没意义了，对吧？那用笔名能跟你写的一样好的，其实肯定也有嘛。那我们找你干嘛？对吧？那你不用笔名，我们就没法用啊。
这就是典型的一件事。那我最后就不了了之，我的文学梦就破灭了。本来我也是可以发财的，对不对？就是你看林夕是吧，挣了多少钱？他那样的方文山啊什么那样的词，我自认为我要写，不见得像他们写的那么好。那还有点儿可惜了。我们一提对啊，起香港乐坛两个伟文嘛，对吧？林夕嗯，本名是梁伟文啊，我们还有一个黄伟文，这两个伟文都是大才。您要是没离开大陆啊，如果能走上这条路，没准儿能给大陆贡献出一个王伟文、王丹。绝对比不了林夕那水平，但是至少可以写词的人很多了，我至少可以混进作词人的行列，是吧？就混那您到不进去了。美国之后开始说英文，没有尝试说，比如用英文来写歌词，在英文这条路上走一走文学路吗？完全没有，那英文的就我到了美国都29了，29岁几乎是从头开始学英文。而且呢，你像我这样的人到了美国，你大概都可以想象，基本上就投入到华语世界里去了，就6·4这种事儿嗯嘛。当然也有一些哈，就是各大学巡回演讲，但是我的生活中应该大概3/4或者4/5还是中文世界。这是我刚嗯才讲的，既然我选择这条道路，我就得继续。你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因为真的就是柴玲，他后来就退出民运之后，他几乎就不跟嗯中国人来往了，跟他生活中嗯来往的全是美国人。那所以柴玲的英文非常好啊，非常非常美，但是他几乎不讲中文了。那像我这样就是天天讲中文的，我必须承认，就我比他们英文差很远了，更不用讲用英文写诗，其实那是要求会更高嘛。对吧？你要有是是对整个英语文学史的大的背景的那种认知和了解，你才能是，选择用哪样的词写诗这种事儿，那更不是说一般英语绘画了。所以这个对，对我们来说就更遥远了，就不太可能。对，我因为就还是人的时去追求中间文，时间跟精力都是有限的嘛，那您把时间精对，力都放在华语世界，那就没有办法去经营而英文世且都放在界的事情。公共事务上了。啊，这个就是浪费，也不是他也不能说浪费，这毕竟也是我选择的，但是就会占了就是至少一大半的时间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成名这件事儿，这也是一个损失，是吧？就是我从小的文学梦，我到现在，我现在你看现在我大概时间多一点儿了啊，也不用教书了，没什么太多的嗯，事情了。但是你都这50多岁了，这个写诗的黄金年代其实已经过去了。那也就没办法，除了写诗，在文学方面，您还有一些其他方向的追求吗？没有，我只会写诗。就是喜欢写诗。对，哦，我尝试过写小说，完全不行。那写诗啊，跟写小说是完全两个路子，是吧？写小说嗯，你得会讲故事，我特别不会讲故事，所有的笑话不管多好笑，经我一讲，我自己都笑不出来。我就是天下最不会讲故事的人，多有趣的故事，我一讲，别人马上就睡着，催眠性极高，我就完全写不了小说。但是诗歌呢，是个你可以用非常抽象的，是吧？词汇描写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一点儿不需要时间、地点、人物、情节，这个就特别特别适合我。我就是完全，因为我是个记性很差的人，我完全没办法在我的世界里编织什么时间、地点、人物、情节这种东西。我回头写了第一页，写了第2页肯定就忘了，所以我只能写诗歌。散文我是写过一些啊，那就是散嗯。文到头，但最终我觉得诗歌还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创作形式。我看您最近是打算写这个回忆录，是吧？嗯，有这么个对啊，计划。是呃，有点儿您觉得早吗？在您这不早还这么年啊，轻就写回忆录了？一点儿不早。胡适啊，40岁就写了，我啊，已经就是反正晚了。一本儿一哎，本的写是吧？也不止拘于一本是吧？胡适的意思啊，就是这人一生要写2本回忆录，40岁写一本，80岁写一本。然后，所以我嗯，这40岁其实我已经有了一本王丹回忆录哈，但是那个回忆录我很不满意，那都是十几年前写的了，那就是那时候我也说，就是因为胡适说40，所以我就40写了。但是我后来才发现，我没胡适那本事，就是40岁就能写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50岁了，我要回去，我都快60了，不是50了，我要回去把那40岁该写的那本儿重新写一写。80岁的时候我还会再写一本。就是我刚才讲，我就是记性很差的人，我不写我就忘了，关键是。我也不是说非得要怎么样，但是因为我职业病还是在嘛，我是学历史的，
我其实平时日常生活里，我见着谁我都说你得写呀，你得写什么，更遑论自己了。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人类走过来哈，有很多东西我们是要记录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只经历而不记录，这个是我嗯们人类整体来讲的一大损失。就是你光活不记，不记下来。这个记不是说宏大的历史事件，8964啊，什么这个川普啊这些，而是说一个人非常 personal 的个人的生活经历，就是里面卢梭的《忏悔录》那样的东西，你的内嗯心。所以我比如说像我就很推崇苏小康的那种散文，他就把他车祸之后的那些伤痛去写嗯。写出来，但是又跟整个的宏大的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怎么说呢？一种精神遗产，这是我们生而为人的责任。没有这些东西，我觉得人类是不会进步的。所以我觉得，回忆录是很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写。想跟您探讨，就正好聊到这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有没有发现嗯啊？在人类早期的时候，这个文字是只有非常少的一小撮人可以掌握的高端技巧。那比如说像什么一些祭司啊，或者中国什么写在这个青铜器上的一些文字啊，就大部分的人都是文盲，是吧？然后一点一点普及，普及到现在基本上一个普通人啊都会写字。那只要愿意，都可以像您说的，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东西或者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写不写成回忆录无所谓，哪怕写个日记都可以记录下来。但嗯是到现在这个时代，我发现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嗯过去呢，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身心，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有一个计划，然后我去写我的回忆录，或者我打开有一个仪式感啊，我今天要开始记日记了。然后这个东西还是在纸上，然后我还要想办法去现在变成，比如在电脑上敲，让它能够存起来，对吧？不丢失。但是到现在这个 AI 时代，一切就变化了，就是记录者好像不是我们一个个人类了，因为每天啊，现在大家都是用 AI，就是去聊天嘛，无论是用什么 ChatGPT 还是 Cloud 还是什么啊，反正你会跟 AI 聊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很碎片化的生活，比如我明天要去个，比如去个医院啊，我应该跟医生怎么说？你会问 AI，或者说我明天要去什么旅游啊，你给我做一个旅游攻略吧，你也会去问 AI。或者说你哪怕比如我现在想写一个诗，或者我想写一个小说，我的构思阶段，你就会再去跟 AI 聊。或者你比如你今天不开心啊，跟你的这个家人或者伴侣吵架了啊，你没有一个寄托，你也会把 AI 当一个朋友去跟他聊。无形之中你自己没有写回忆录，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被 AI 公司全记录下来了。这等于是一个对人类的一个可能自古以来最完整的一个记录了。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我是非常非常讨厌 AI 的啊，当然我也高度利用 AI 哈，这个，但是嗯我觉得 AI 只能适用于资讯啊，我自己反正跟我自己常讲，珍惜生活，远离 AI，不是珍惜生命啊，珍惜生活，您怎么用 远离。AI 呀？我要查什么场景最基本的下会用？事情，我还是会啊，是吧？我有些事儿哪年几月几号，我当然就具体的资讯我还是要问他，但是我嗯似乎没有深入到那种程度，就是跟他去聊天儿去，是吧？什么今天嗯，心情如何？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从来没有尝试过，还是说尝试过之后很不没有，喜欢那个感觉？没有，我下意识的抵制这个东西。我基本哦，上抵制，我抵制这种状况，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这不是我一个人这么看，我必须得说，那当然，但是我嗯，同意，就是我们科技进步太快了，然后我们人嗯，类的这种自我的情绪把握、认知把握，就包括人类的判断力，远远跟不上科技进步的速度，中间大劈叉。你知道人大劈叉结果是什么？就是两个字儿叫扯淡。所以现在这就是个扯淡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科技太进步了，然后人类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太比不上科技的进步，导致我跟不上，们的人类的嗯，认知、我们的知识、我们的道德、我们的公共舆论极为扯淡。你去看今天的公共舆论，扯淡到什么程度？这个扯淡就是因为左腿迈得太前，后腿太后，啪一大劈叉，不但不扯了才怪。
我我嗯我自己是这么，当然我觉得很多的 AI 的工作者，理科生肯定不赞成啊，会跟我急，也不用跟我急，反正也骂我就删了。但是我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我实话实说，我就觉得这个，所以我是抵制的，我不会跟 AI 谈论任何非资讯性的东西，我觉得太扯淡了，嗯对吧？尤其我自己是个诗歌的写作者，你想这种东西，我也看过别人用 AI 写的诗，就嗯，是他把我这个人类的一些情绪性的东西啊，这个你科技再是是怎么发达吧，而且我，AI 们的目前的语感是肯定是赶不上这个诗人的，那个语感还是不够的。我根本就觉得我们人类社会不能太进步，我们进步了会离美更远，是吧？真嗯，正的美的东西其实不是那么进步的。你看，我们都喜那要不然你人为什么不在大城市里旅游就好了，非得跑自然界去旅游？越原那始的东西，也不是啊，它越有它一种美。城市旅游有城市旅游的美嘛，那大家还就是都是几百去海边儿年啊，建造的这个城市的规划呀，然后一那也些人文的留下的一些很 detail 的一些东西，对吧？等等是的。也有，但是呢，我就是比如说，我就是不喜欢到什么，我不知道到芝加哥我要看什么，除了大楼，我当然还比较嗯希望是到，比如说我们加州的这个南加州的荒野里，我觉得进步这个东西哈，你只要拿捏不好，它跟美是有抵触的。啊，那我是个嗯唯美主义者，哈，那我是彻头彻尾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的唯美主义者，所以我天生我对科技进步我就是天生抵制的。我觉得我们要有意识的抵制一下，就是珍惜生活，远离 AI。你一定要有意识的，否则我们慢慢真的会被。这不光是我讲啊，我猜我好像看到什么阿克曼还是谁啊，就是包括他们 AI 的创办者，他们自己也知道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据说不是也在讨论各种规制嘛？什么呀？比如说你的这以后所有活儿你不能都让 AI 干的，人怎么办？是吧？所以以后所有的公司都要强人行配置。去干体力活儿嘛，现在 AI 干脑力活儿，人都是去干体力活最儿。强这样的体力活儿也都给干，而且你体力到一定年纪你也干不动了，你让我现在干体力我也干不动了。所以你这样哈，的生问您活怎么办？个问题，正好我们聊到这儿，正好聊到这嗯儿啊，我想问您一个可能稍微令您不舒服点儿的问题了啊，我们上点儿嗯，强度。您刚才说了，您对于这种科技的进步啊，然后这样有一定的我们说戒备心吧，对吧？就是稍微的嗯，要远离一点，我观察一下它这个是的。科技进步到底带给我们的从审美、从认知啊等等，到底是什么？对人类而言。但是您这番言论说出来呢，可能让一些年轻人听了就会觉得，就是就那个话就来了，就是你看这个啊，天呐，老登啊，对对不愿意对对，进步。因为我经常看到有人会去，可能是中共的水军，也可能是不知道什么人啊，或者就是不喜欢您的人，去批评您、攻击您，就说您这个几十年啊如一日，说你们甚至其实也不是对你个人了，就是说对你们8964那民运那一代的人。就说你们的认知好像不去进步啊，就一直死守着那个8964那一点，好像你们的人生在那儿就定格住了。你们当时怎么想？说你们这几十年就重复的说当时的话，有这样一种批评的声音啊，嗯。您怎么看？什么叫进步，什么叫退步，对吧？你比如说，你从个40到60年这样的一个小的时间维度看，是吧？掌握了 AI，会玩手机啊，会各种的程序啊，这就叫进步，对吧？你这个要取决于什么叫进步。有的时候人到了一定年纪说的一些话，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他是有一些人生经历之后的一种感慨，一种回味。你这个时嗯，候用进步不进步这样的功利主义观点去判断，本身我觉得就是对生活的一种误解。那没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是专喜欢跟比我年长者在一起的，就是听他们讲话等等。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我们办的班刊请了36个顾问，我们一个班刊，嗯我们班同学都没36个。这顾问都是谁啊？冰心这样的5、4时期的作家，这个苏少志啊，所有就你当时想象出来的这个中国最有名知识分子都是我们班刊，就是我一个个去请来的。我当时也才18、19，我就不觉得我为什么一定要踩倒老一辈，对吧？他们讲这些话，那今天听来那更是爹味儿十足。那嗯你有什么可反感的，对吧？他在他的那个人生阶段就说他那个人生阶段的话，我其嗯实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为了讨年轻人的喜欢啊，然后我故意的就是
去模仿年轻人的语言，比如说这个哑巴斯基是吧？这个什么666什么来一些这些东西，我也知道这些东西，我有什么必要啊？愣让我自己去装这个年轻？如果有些年轻人觉得这个爹味儿十足，我的建议，那你就不要听了嘛。对吧？但是你没必要去指责我们，一个阶段说一个阶段的话，你要把我们放在我们这个年龄和我们这个背景的那个环境下去看，再判断我们是不是很落后。我意思就是说啊，回到你的话题，就是进步不进步，它不是那么简单一个单一的定义，是我们很多人进步不进步是跟自己比啊，你不如我，你就不够进步，是吧？我觉得这个我也不愿说的很难听，它肯定是不对的。进步不进步，不是跟自己和自己这一代相比的，是吧？你有更复杂的判断系统啊，那所以啊，那外界说我们什么爹味儿啊，不进步，我觉得那是他们的错，坦率讲，不是我们的错。因为我觉得，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了。这个89年到现在37年了，您这个认知肯定有巨大的变化，有各种各样非常丰富的变化。那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是有必要告诉公众的，因为您是一个公众人物嘛，对吧？而且就像您说的，8964这个标签，您一直没有选择把它撕掉。一直粘在你的人生上，或者说你选择继续扛着这个大旗往前走啊。我们先不说这个有多少什么功德这些事情啊，不那么功利性的去讲，但是事实是这样的。那么您作为这个8964现在还扛着这个大旗的公众人物，实际上，有一些年轻人，你是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总归要去跟他们交流的，因为你们的经验一定是要传递给下一代的，传递给年轻人的。那当然所以很多人我看到，其实我之前也批评过您，就是您后来说这个啊，说不记得了无所谓啊，这是您不大度。是不太但是呢，但是 anyway，这个我确实是在推特上，我是谁都批评的啊，我这人就这样。那挺那么好的。哎不，但是我确实记得，我确实还记得，我有一次批评您，就是在说这个事儿，就是给我感觉，您或者您那一代的人，好像是在自己的一个圈子里，好像没有很努力的。当然了，你们是年长的一方，对吧？按理说，应该是受尊重的一方，年长的一方。可能年轻人是要更多的向你们去讨教或者怎么样那种感觉，而不是说你们去自己寻求破圈。我去看看年轻人在干嘛，我接近你们这个圈子，跟你们去交流，然后看看这个8964在现在年轻的这一代能够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往下传。我对你们的批评就在这儿，我觉得你那们我可以跟你这方面的吵架吗？努力可以啊，我可以跟你可以，当然吵架吗？你怎么样都可以。对，我就不同意你这观点。嗯谁是年轻人，是吧？谁代表年轻人？我们现在一堆人站出来说我就是年轻人，这就跟刚才我讲这问题，嗯哼就是一堆人说，当他们批评我们不跟年轻人接触的时候，我坦率讲，我觉得他们批评就是我不跟他们接触。问题是，他们就是年轻人吗？我来给你举例子，你也知道我们有个对话中国智库，我们这个智库大概有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都是已经有4、5年粘在一起，就是运作各个项目的，都是30岁左右。我问你，他们是不是年轻人？我跟他们在一起交流毫无障碍啊。我们最小的一个现在才硕一，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写报告的现在才硕3，他比你们还年轻哎，怎么叫我不接触年轻人？很多年轻人说我不接触年轻人，无外乎就没接触他们而已嘛。对不对？他这种说无外乎把自己当做年轻人代表，这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谁给他代表了？动不动代表中国人民？有些年轻人批评我说我不，就我说话很直接啊，你也别觉得被冒犯哈，咱们没有，就聊天就是。今天这个东西，我们这个对话您随对，便。那我也借这个机会说说年轻人，就是把自己当成所有年轻人代表了。那你怎么给我解释？那我周围全是年轻人。我们六四纪念馆最主要的义工，我们现在六四纪念馆一些创意都是我跟他讨论出来的。那孩子才高3，算不算年轻人？为什么说我不跟年轻人接触？为什么说我不破圈？我在大学教了10年呢，我周围全是年轻人，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有些人对我批评，我听不进去？我觉得没有道理，对吧？事实摆在我周围。我周围没有什么常一起商量事是60岁以上的，都是30岁左右的。然后说我不接触年轻人，
我当然会觉得你的批评不对嘛，不符合事实嘛。那这些嗯人，对吧？他归根结底他的问题就是他以为他就是年轻人，就咱们更说的更难听点，我的火力也更猛一些。因为有些白纸的人，动不动说我嗯们89一代踩白纸一代，你就是白纸一代吗？对不对？你们白纸里头有那么多分歧呢，很多人也不赞成你啊。那我跟嗯他接触，不跟你接触，就叫我不赞成啊？你就是白纸一代的全部吗？对吧？没有道理嘛，所以你也不是年轻人的全部嘛。你比如说，你如果举出证据了，说我这一辈子从来不跟30岁以下人打交道，那我承认，那我真是，那我太糟糕了，我怎么不跟年轻人接触？谁能拿得出这个证据来？而我拿得出反证来，我生活中基本嗯。上周围全是30多岁的人，所以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批评。当然了，要批评你还是可以继续批评，我就选择把它给忘了。其实我还是挺期待的，就是您做的这个6·4纪念馆啊，刚才您说的，我可能之前没有太多去关注啊。您就说您周围有很多的年轻人，然后很多的可能现在这个策展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您和年轻人讨论出来的。那可能有很多年轻的声音在，能够以一种表现形式让我们看到，在之后的是吧？我很期待这方面的。你比如说我们6·4纪念馆和那个千人十元计划，从创意到搭设平台，到整嗯个儿的这些东西，我几乎说就是我们的年轻团队做的。有一嗯个是在大学学法律的，有一个是原来在中国国企工作，后来润出来的，都嗯是那有一个是28吧，另外一个大概是35，全是他们的，我几乎没有接触，当然是全是在我的平台上推特上推出来。像6·4，那你说这种千人十元计划，其实我后来也笑，我说这个别人觉得这是很老套的东西，可是他年轻人做，你要真乱一个像纪念馆这样的博物馆这样的东西，你要有个固定的财源，基本上美国大的博物馆都有这样的计划，就是 membership 嘛，对吧？嗯你说这种 membership 有什么年轻人爹味儿的这种区别？你换100年几代人都得用这种方式，你不能说我还用 嗯哼 membership 的方式，我就是爹味儿，我就是老一代的想法。你换谁来 run 这个纪念馆，最终你要回到 membership 的运作方式上去。所以我也不觉得就是我们，就很多人老批评我们，我当然不会服气，对吧？说啊你们这样做，因为这个过去有人做过，你们还是老头做法。那几千年来我们都以人类的面目活着，你怎么还以人类面目活着？你是不是也是老登啊？对吧？你怎么把脸划得乱七八糟，活得跟个鬼似的呀？你也不嘛，你还是要五官，你还是要化妆嘛。2000年前就化妆，你算不算是吧？这个爹味儿，就这样吵架就没意思了啊！所以我觉得，哎，那有人批评就让他批评批评，我自己知道我不像他们批评的那样就好了。我觉得刚才您那样的回击方式挺有意思的，您应然后呢，该多用这样的方式。我不愿意，我真的我是个不爱吵架的人。你看我在网上基本上谁要骂我，我对，最大的羞辱就是，您表现的挺温和的，在网上啊。对，我最大的羞辱方式就是给4个字儿，就是你说的对，这是我最大的羞辱方式。所以谁要说到我这4个字儿，他自己掂量掂量。这样啊，我给您念一个，现在有一个观众的留言啊，他因为特地我们这儿的一个会员观众啊，也是 嗯 member 啊，想要对您说的一段话，我给打到这个屏嗯，幕上啊。好好，他说王丹先生、柴玲女士啊，沃尔开西先生都是89年为了中国进步奋斗过，也付出了很多。啊，王丹先生在自由亚洲时谈白纸运动的时候，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说：“同学们都是爱国的。”这话太耳熟了啊！89年学潮的精神需要有传承，也需要有接班人。王丹先生差不多3年前说的话，我仍然记得啊。他说他就是主要想谢谢啊你的这些奋斗。谢谢，我也不记得我说过这些。不，但是我比如说我对白纸啊，就是当年白纸的时候，我在东京做了一个很大的演讲，我嗯就是高度肯定，我觉得白纸这代，我对他们也有批评，也有肯定，就是他们绝对比我们更有勇气，因为89年的时候那个时代环境哈，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大的勇气，我们都是当做国家的这个接班人被培养的，我们一辈子至少我们活到20岁没见过警察，我们也不觉得这嗯，个社会是个会开枪的社会，所以我们上街我们是。不需要。可是白纸那一代真的是需要勇气，因为他们经历过6·4，经历过对公民社会打压，到了白纸22年的时候还敢站出来，我都承认白纸一代的勇气绝对是超越89一代的，我都是高度肯定的。所以但是有我有一点些人来炒作说89一代跟白纸一代有隔阂，我真是不懂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
白纸，还是我们我是这么看的啊。您看啊，我的年龄呢是夹在你们这2代中间。我比你们8964一代要小一辈儿啊，我比这个白纸一代的这些孩子们要岁数大一些。而且呢，其实我是主动自己润出来的，我不是说就是遭遇了社会主义铁拳，或者说我被迫的逃离中国，不是，我自己主动觉得，因为我也是一个作家，我在那儿我没有创作的自由，那我又想做这个频道，我知道我必须要很真实的露脸来做这个频道嘛，跟观众有交流。但是这么做我在国内肯定是做不了，所以我当时就已经，当然也有这些疫情对我的影响。那我就22年的时候我出来了，出来就开始做这频道，而且是我出来做这个频道做到第3期，刚刚做到第3期就爆发了这个白纸运动。等于我刚出来它就爆发了，所以我夹在你们两代中间啊。所以我观察，我觉得你们有一些不同。我看到的，虽然您是高度的赞赏他们，觉得他们比你们勇敢啊，但是我觉得不同一点的是，你们那个时候愿意站出来，跑到天安门广场，无论是抗议啊、绝食啊，最后闹那么大，你们是怀着一种希望在做这个事儿的，就是你们相信这个国家是在变好的，不是怀着一种失望或者绝望，而是有希望的。你们当时不相信共产党会开枪。你们觉得你们只要努力，然后去谈，然后一腔热血投入在那里，是有可能谈出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但是到白纸这一代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很多人心里并没有这个希望，并不是说我站出来举个白纸，甚至我喊习近平下台，中国就会变好，他们心里没有这个希望，反而是一种失望或者一种绝望。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是一种被疫情这种疯狂的这种封城啊，这个严格的这种疫情防控措施逼的站出来。他们不是说我们要去跟这个中共谈一谈，我们去搞一个改良一下，是吧？我们改宪法，怎么样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他们不关心这个事儿，他们想的是我怎么能解封，我活不下去了，我最后喊出这一声。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区别。是，我承认，我也同意的，这个也是挺遗憾的，绝望。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样的，就是都站出来反抗的啊，这点我觉得。那往后您怎么看呢？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期待中国再有一次这个8964啊，不是说这个屠杀的部分啊，是说这个人们很勇敢的站出来，希望改变命运的这个形式。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很难的，因为再有说像你们那一代当时的那种怀有希望的心境，在我看来没有这个土壤了。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比如说我对我自己的未来，我就是跟自己讲啊，我都快60岁了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颗红心2种准备啊，一种准备就是我一辈子致力追求的理想，这个中国人能够比较自由一点实现了，那我也能够回中国，那我当然就回去。一种是就是中国就变不了就是甚至越来越糟，我也回不去了，那我就接受这个现实，就不回去。我觉得是两回事，就是这种判断这种我说的一颗红心2种准备的心这个部分，这是一回事，但它跟我们做事是另一回事。就是我一直讲，就是我们做事没必要跟这个期待连在一起。你一个人呢做事，如果跟我这爹味又出来了怎么办？就是一个人做事儿，如果跟期待连在一起，你这辈子活不愉快，因为不如意事常八九，对吧？所以我们都知道什么佛家这套理论，就你不要有那么高的期待。您是什么时候悟透这一点？因为我知道比如说您在离开中国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这一代肯定都想过嘛，就是可能比如5年或者10年，然后中国变天了，然后你们就能回去了，对吧？那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觉得没希望了，还得再等等还得再等等。到您现在说出这句话了，2手准备了，就如果此生看不到，那就认了，我就不回去了。但是我为此付出的努力，反正我都付了，对吧？我也能够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交代，这个心境我是能理解的。我是想问您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心境的？应该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和一个具体的事件，它就是人你慢慢的到了一定年纪，活着就这样了。对，如果你一定，比如说我们就是聊天你说一定会找一个什么具体的一个 turning point 是吧？什么事情
会比较影响到我的心态的话，我觉得就是体力，就是体嗯力。嗯，你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或者我89年上大学的时候，甚至我比如说20年前，我2天不睡觉是小事儿一桩啊，根本不会影响我的精力，是吧？而且我是那种倒头就睡着的人，而且一睡就睡8个小时，第二天精神饱满。我现在肯定不可能啊！要到我们这快60岁的年纪，我还是倒头就睡，但是经常挺早就醒了。哎呀，一天你就睡不饱8个小时，你就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嘛。这个东西我也反复研究过，这个不是说我像王石那样哈，我还去健身房70多岁了，我要去健身房努力锻炼就可以改得了的，不可能。这个你得接受，它就是一个生理性的问题。你可以延缓这个慢慢的老的这个过程，但是你这个不可能说逆转它。哎，说我越活越年轻，是吧？突然我又长得像个 baby face，然后我突然变得我参加奥运会去了，这不神经病吗？妖怪。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体力就是不如以前。我觉得他对我的心态的影响就是比较大的。我就想嗯，说，你比如说我现在哈在看我20年前的照片儿，哎呦我这你看啊，哎，对得上吗？你看，这是一个人吗？对吧？人说你现在胖成这样，原来这才是这发大概型一样。10年前、15年前，你就知道说有些事情是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的。你比如说时间，是吧？其实这个我诗里很多就是写这个时间啊，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生命的这个历程啊。你到了比如说60岁，你再怎么努力，你吃多少金刚大力丸儿，你的那个体力它就是走下坡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教训是挺沉痛的。还有比如说减肥，对我影响也很大。就是我认识我朋友都知道，我致力于减肥这个事业已经10年了哈，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就是还是减不了嘛。就主要是管不住嘴是吧？减不了。我觉得我也不埋怨我自己，谁都减不了。要有人能减，早得诺贝尔医学奖了。没有办法能够减肥，你胖起来就减不下去了。别在这扯说不，哎，我减肥成功没那事儿，我才不信呢。过几年你又复胖了，他就是新陈代谢慢了嘛。那你除非你什么都不吃，那你就死了，也不可能活着，你就会，除非你说你60岁特别瘦，那消化系统有问题。我这种开玩笑的，我意思就是说，确实我觉得体力这个事儿对我是一个，应该说是有影响。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事儿就是我们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的。我就算天天打篮球、爬山，也改变不了他体力不如以前这个状况。那同样的道理，我觉得社会也是一个大的生命体，是吧？整个嗯社会的进步，甭管说人类也好，还是中国也好，它也有它在某一个阶段会经历的哪些事情。嗯我们呢，努力的去改变，让它过得更好，就像我们一个个人让我们的生活努力变得更好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那就是做不到，那你就得必须接受它。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现在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从事这些东西，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去做。我对们不知对道其实能不能做到，这个其对，实我也不同意大家就说我们看不到希望这件事儿。这个有嗯。没有希望？你只有上帝看得到。你说我们也别把自己就当上帝，那您现你也在比较别说看不。最客观的，你来预测一下啊，比较客观的，因为就是在你现在这个思想认知这儿啊，您这个岁数上啊，今年2026年了啊，你觉得中国未来这5年10年会怎么样？我们能我真不是看到吗？跟你这儿推脱这个问题哈，我现在真的就是不预测，我就看不清楚了。当做一个，对，我不是看不，我这个谁也不能去预测，那不成了跳大神儿了吗？我们好歹也是社会科学训练就我们出身的。不说预测吧，就说您心里的一个感觉，有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现在的判断我是什么？感觉中国当然这判断会的未来，变啊。对，我嗯懂你意思。我觉得中国未来一定会有突发事件啊，嗯那么改变中国的一定是突发事件，常规事件是不可能的，因为常规事件我们如果都能预测到，共产党也能预测到，它早就防堵了。所以中国未来变化一定不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常规的路径，那些东西早就其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所以，但是未来我自己从历史经验哈，我好点学历史的，它一定嗯有些东西是从反贼到共产党都想不到的，它就发生了，嗯发生了就嗯变了。那正因为这些东西它叫突发事件，你知道什么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你是没法预测的，你甚至也没法分析。
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努力朝着那个方向不断的去积累各种因素，嗯，就是培养能够产生突发事件的土壤，是吧？就是你给他找茬儿，给他找事儿，让他疲于因命，哎，他不定哪件事没处理好，他就出事儿了。你只能这样去做。其实呢，就像您不是自己也有油管频道嘛，对吧？我看嗯，您也会做节目什么的，就像您做节目呀，包括我平时做节目啊，我们讲一些真话呀，讲一些道理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您说的，我们在推动这个啊，给对，它是的，积累一些因素，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还是有受众的。那可能一传十，十传百，包括您的创作，其实诗歌，也有这样的力量，非常有这样的力量，尤其比如变成歌词什么的。我今天啊，其实特别想借这个事情啊，给您放一首歌。哦，但是放这首歌之前呢，这歌很短啊3分钟啊。但是放这首歌之前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您说的嗯。话里边说到了"反贼"这个词，呃，您怎么看这个词？您认为自己是个反贼吗？我正经的用语叫持不同政见者，或者叫异议人士，或者叫反对运动人士，但是我嗯，我从来不介意别人怎么叫我呀，所以叫着叫着我也是叫顺嘴了，我也跟着叫，但是我并不代表我就认同这个词儿，这个词儿我觉得当然就是个网络用语，但嗯，是我也听不出这词儿有太大的问题来，我是个比较随和的嗯。人，都可以随便吧。是这样啊，我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一会儿给您放的这首歌啊，它叫嗯，《反贼之歌》。呵，怎么是我最近写的这个歌词儿，然后做出来的这首歌。然后呢，特别巧，就是今天啊，正好5月7号，因为这歌我要现在上传到这个全球100多个音乐平台，然后呢，正好是今天这个发行公司给了我一个回馈，就是今天这个日子啊 release 了。哦，所以呢，我这儿给这首歌呢做了一个 MV，我就想放给您看啊。那为什么？其实这首歌正式的名字不叫，就是 FZ，就反贼的这个拼音首字母啊，FZ，这是这首歌的正式的名字。就大家如果想听啊，在什么 Apple Music、Spotify 什么都 FZ 去搜这歌能搜到。那么中文名我就叫它《反贼之歌》。怎么由来的呢？是上个月啊，有一个这个反贼圈的大反贼啊，就是他呢就说在推特上说这个我们都没有一首这个自己的歌嘛，说比如我们集会啊，或者比如像您做什么6·4的活动啊，或者我们说到这个大使馆前面去抗议什么的啊，说都没有一个大家能一起唱的歌。后来当时呢，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我说这么着，我说等我忙完我那本书啊，我说下个月就说这个5月，我说我来写一首。所以到了5月1号，我就写了这歌词儿，然后就开始做这个歌，然后到今天啊，就这一周就发布出来了。所以我就不废话了啊，正好好，借今天这听听个听听，我们就是独家首发，把这个 MV 好，先放给大家看，听一下啊。嗯。我们不是犯罪，反抗是人的天性。我们不是犯罪，窃取权利的才是贼。人人生而平等，太多人死于不公。人人生而自由，太多人终身被禁锢。我们不是犯罪，反抗是人的天性。我们不是犯罪，窃取权利的才是贼。觉醒吧，梦寐着，忘掉犯罪这个词，行动吧，迟疑着，勇敢走向美好未来。我们不是犯罪，反抗是人的天性。我们不是犯罪，窃取权利的才是罪。人人生而平等，太多人死于不公。人人生而自由，太多人终身被禁锢。我们不是犯罪，反抗是人的天性。我们不是犯罪，我们不是犯罪，窃取权利的才是罪。觉醒吧，梦寐着，忘掉犯罪这个词，行动吧，迟疑着，勇敢走向美好未来。
是犯罪，反抗是人的天性。我们不是犯罪，窃取权利的才是罪。决心把梦昧着，忘掉犯罪这个词，行动吧迟疑着，勇敢走向美好未来，勇敢走向美好未来，未来一定会来，窃取权利永远是在，觉醒行动行动，勇敢走向美好未来。好，听完了。不错不错，这就说明还是得有年轻人。你说我们就不会做这些东西，这还是你们掌握这些手段啊等等。所以我绝对不会什么什么反对年轻时代，他必须真的是我们这些我们就借着和您这个对话啊，可能看的人比较多，我就让这首 MV 就是首发就发布了在这儿。其实我就是想做一首不那么苦大仇深的，不那么喊打喊杀的歌啊，就是把这个反贼呢，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词。我从做第一期节目我就说了，我说别叫我反贼啊，我不是贼，我凭什么？结果你写首反贼之歌，你看。对，我就说这个中共是反的，对不对？你窃取权力的人才是贼。你搁古汉语里什么是贼？我们现在理解贼是这个小偷，其实不是，对吧？你是真的是这个动摇社稷的，有这个争夺天下野心的那种才叫大贼。是按这个定义来说的话，中共才是这个贼。我觉得我们不能，我们根本就不是反贼。我们哪有说要去什么分天下这个蛋糕啊，要去做这些事情的这些野心？没有，我们只是一个就像您说的意见者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这个权利去批评你这个政府或者这个政党做的不对的地方。是，我觉得反正聊了这1个小时哈，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强调崔健讲的那句话，只要毛泽东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其实我们都是一代人啊。你说你当然不喜欢反贼这个词儿，但是意见者一代，其实我们都是意见者。就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没必要拿个年龄去制造对立，是吧？说你看60岁了，我们20岁，我们好像一定就没有。其实我觉得世代和这个年龄，它是对心的一种描述。只要心是在哪个状态，那个状态的年龄才是真正的年龄，其他的都是一些生理的东西，那是体外的。我们真正追求一个美好的社会的人，不应该用年龄去划分时代，而应该用观念，是吧？或者用我们的心去。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一代人，那么只说需要更多的这种配合。这一代人也还是有点区别，比如我们这一代就已经不太会像你这样做这样的歌，用制作动画，这我确实不会。是吧？体力也不如你们等等，但是可以就是互相不和。但我是不太赞成，就是一定要去制造这种时代的这种对立。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我相信批评我的年轻人中，他们也跟年纪大的人也有过接触，对吧？那所以其实没必要一定要增加像今天这样的增加这样的对话机会，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为什么今天想做这场对话，就是觉得好像一提起王丹就是64。就是这个标签，可以理解。我就特别想让我的观众朋友们就了解一下，就是如果抛开这个标签，那王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今天您给我们讲了很多。也谢谢你作为年轻一代愿意聊。我觉得很多年轻一代，其实我敞开的，好像你跟我邀请，我不是马上就答应了。其实我是的，很希望跟年轻一代对话的。现在就是我担心，就是年轻一代不来跟我对话，然后只在那儿骂我，我觉得这样可不太好，对吧？你要骂我之前，应该来先跟我对话，听听我到底怎么想的。我给您提个小建议啊，当然您可以不采纳这个，因为您刚才也说了，特别讨厌 AI， 对吧？但是其实有一种 AI 呢，您可以小小的尝试一下，就是因为您有这么多的好的诗词，对吧？那他们其实有些是真的很适合作为歌词的，那这些呢，你可能现在比如找一个歌手啊，找一个唱片公司来做，一是成本，二是有没有人愿意做，这个是很麻烦的。但是现在 AI 这个时代很方便了，
您就试试用一些有那么几个 AI 的专门的啊，把你的词喂给他，然后让他唱出来。很多版你用你自己的品味去选一版，这些东西都可以发布出来。我觉得这也是对你的文学的梦啊或者才华的一种展现方式吧。我只是对他作曲的能力略表怀疑，你觉得可以？还是很不错啊。您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 AI 做的，词是我写的，但是这个曲子什么都是 AI 生的。当然了，这中间有很多的你还要制作啊，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比原来方便多了。好 ，OK， 我考虑。好，这样啊，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引用的那个崔健那句话非常的好啊，只要毛泽东的那个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就都是一代人。那我想问您，如果有一天，中共下台了，或者换一个政党，或者他没下台，但是比如说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革啊，当然了，这个改革可能它没有那么彻底，但是至少让人看到了希望，是吧？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选择我还暂时不把毛泽东的像拿下来。比如说觉得中国社会有某种惯性啊，对吧？人们心理上能不能接受？所以说缓和一下啊，我先不拿下来。那么好，他的像还挂在这个天安门城楼上，但是呢，他们现在邀请您回去，我不干。这个东西是这样，我其实是个温和派啊，我认为这个未来中国就是在反对运动中的温和派和当权者中的温和派，如果能够进行沟通，那将是中国转型的一个机会。我也愿意投入这种谈判，但是不能牺牲掉原则的问题。我跟刘晓波一个观点，小波其实在80年代末就提出说，中国如果不走非毛化这一步，整个国家是不可能进步的。它不是一个把像拿下来不拿下来问题，而是说毛和它代表的一套东西对中国的这个影响是结构性的、深刻的、全面的，是个根本原则的问题。其他问题的让步啊，甚至包括共产党还可不可以参政这些，我都可以退让。但如果还要继续重毛，我不会接受的，因为这是那我们就没什么。你如果还把毛像挂那儿，一点民主的可能性也没有。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我们俩之间啊最大的共识。没关系，我非常赞同您，非常赞同您这一点啊。因为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因为我离开中国了嘛，我也知道我做这个频道我很难回去，对吧？我就说过一句话，我说有一种情况下我可以回中国，把那个像拿下来，以及把毛泽东纪念堂拆了。对，你必须彻底清算毛泽东，要不然你不清算毛泽东的那个中国，我并不期待。其实我们现在海外华人的种种恶劣项目，叫知什么这那的，很多都是毛主义带来，都是文革带来的。这种，所以你要不去否定毛的话，中国不可能，就是别说政治，连精神都不可能进步。没错。OK， 你看两代人之间还是有共识的嘛。那当然了，我们得常聊啊，真的得常聊。非常感谢王丹先生啊，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好，拜拜。拜拜。